上世纪80年代，印度证券交易所内望着不断上涨的指数，人们欢呼沸腾。谈笑间，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诞生了：印度的股市竟然超越了香港，一跃成为了最受瞩目的金融新星。消息传遍大江南北，印度人提前开始庆祝，为印度经济美好的明天摇旗呐喊。然而多年后，却有一位印度学者站出来，大胆揭露，这一切都不过是新德里蓄谋已久的骗局。纵观近代，印度的历史可谓是历经坎坷，从殖民地到独立国家，印度走过了漫长的征程。印度独立后，发展成为了响彻整个国家的主旋律。印度经济将走向何方，也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。其中，股市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。众所周知，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，股市强劲，往往也意味着经济在正向发展。与大多数人所想象的不同，印度股市起步较早，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。1857年，孟买证券交易所成立。彼时，英国人将殖民的旗帜插在印度的广袤土地之上，却也带来了最先进的金融机构，客观上促进了印度迈向现代化。孟买证券交易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证券交易所之一，可见其重要性。随后，印度在艾哈迈德与加尔各答等城市先后建立了证券交易所。没过多久，炒股之风成为潮流，蔓延印度。而在1980年代末期，印度股市的亮眼表现更是让全世界为之震撼。当时，印度股市一路高歌猛进，空前繁荣，创下了不少历史记录，甚至拥有了比肩香港股市的能量。要知道，近代以来，香港始终是亚洲的金融重镇，地位不可撼动，香港股市更是积淀深厚。没想到，印度这样一个平平无名的后起之秀，竟然一夜之间超越香港，摘下了亚洲金融的桂冠，着实只能用奇迹二字来形容。印度的非凡表现也引起了众多国际组织的注意，毫无疑问，夸奖是主旋律。比如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曾大力赞美印度的经济前景，认为暴涨的印度股市为防止外汇暴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然而诡异的是，在股票暴涨的同时，印度实际上正在破产的边缘徘徊，根本不具备与股市相称的经济实力。那么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其实答案非常简单，所谓的股市繁荣，不过是一场被狂热情绪所裹挟的骗局。短短几年间，在一群意见领袖的煽动下，印度股民的理智正逐渐消失，今天骗局悄然酝酿。在这些时代的弄潮者中，最具代表性的是安巴尼与哈沙德。安巴尼是一位著名企业家，在上世纪，他白手起家的传奇鼓舞了无数印度年轻人，想尽一切办法抓住机会，就是安巴尼做生意的准则。与此同时，他也是印度股票的狂热拥护者。在安巴尼的号召下，不少印度人义无反顾地进入股市，渴望大赚一笔。1977年，安巴尼的公司上市，他的股票大计也缓缓拉开帷幕。安巴尼的计划清晰明了，那就是用低廉价格的股票吸引贫穷的散户投资者，聚少成多，穷人的活命钱反而供养了衣食无忧的资本家。他利用虚假公司，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。不仅如此，在90年代，安巴尼变本加厉，竟然明目张胆地发行虚假股票，进行重复操作。那些散户全然不知未来将面对怎样的狂风骤雨，而股票经纪人哈沙德正是处于风暴正中心的人。身为股票经纪人，哈沙德的任务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渲染情绪，让人们相信股票真的能够赚快钱，哪怕不劳动也会变成百万富翁。为了完成这一任务，这群股票经纪人组成了专业的团队，每日肆意炒作。在他们的操控下，印度股市彻底成了花架子，看上去朝气蓬勃，未来一片光明，可内在早已腐烂不堪。不仅如此，哈沙德还带领团队伪造相关文件，买通银行人员，以行贿的方式打通人脉，在毫无担保的情况下，从银行获得了天价贷款。他们挪用资金，在证券交易所内大肆敛财，前后共有90多家企业受害，总金额超过了12.8亿美元。直到1992年4月，这场谎言才被一位记者戳穿。丑闻曝光后，印度经济遭受了毁灭性打击，几乎一蹶不振。这些蒸发的股票市值几乎等于印度同一年卫生与教育预算的总和，多家银行面临清算，甚至有高管因错误判断而自尽。整个股市停转了足足1个月，散户更是赔得血本无归，就连政府内的高官也受到了波及，被指控受贿。诡异的是，在历经如此浩劫后，印度股市中的谎言依旧存在，欺诈与背信似乎已经成为了印度股市的底色。在90年代初遭遇重创后，印度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呢？印度的反应比世界料想的要淡定太多，换言之，骗局仍在持续。当时正值印度开放市场的关键时期，但是印度并未吸取教训，监管措施仍未跟上，造成了多家公司的损失。
不少公司辛苦筹措资金后，却被政府斩断前途，声称他们没有满足监管需求，无奈之下只能销声匿迹。甚至就连揭露哈沙德本身，也有可能是另一场骗局的开端。权力此消彼长，有人损失惨重，自然有人赚得盆满钵满。事发多年后，曾有知情人士披露，扳倒哈沙德的是另一股强大的力量。所谓的正义披露，不过是花言巧语的粉饰，因为有人能够从股市大跌中获益，这才有了哈沙德的锒铛入狱。直到今天，新德里的骗局也仍在继续。印度政府并非遏制骗局的掌舵人，而是骗局的参与者。比如，印度国有银行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欺诈的高发地。从印第拉甘地开始，印度国有银行便成为了高官的储蓄罐，权力与腐败逐渐滋生，为公众服务的机构却沦为了野心政治家的附庸。又比如，印度向来被视为外资地狱，这也是政府公然欺诈的表现之一。所谓印度赚钱印度花，政府先用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入驻，如此一来，印度就能得到经济上的好处，还能解决一定的就业难题。但是等印度榨干了这些外资的价值后，就会开始找茬，利用政治上的优势捏造莫须有的罪名，冻结资产，强迫外资留下买路财。由此可见，印度的经济体系在很多层面上就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的。从股市的虚假繁荣，到银行的肆意腐败，再到政策的朝令夕改，处处透露着随意的不靠谱感。其实，印度之所以习惯撒谎，主要有2层原因。对内，这是稳定社会的好办法。股市的谎言曾经蒙蔽过许多印度民众，让他们白白损失了金钱，也失去了与政府叫板的力量。所有谎言到最后都成为了强者对弱者的霸凌。而对外来说，印度想要以谎言的方式增强自己的国际力量，提升在全球经济体系里的地位。一直以来，印度的梦想都是成为大国，大国经济自然要与大国力量相称。为此，印度不惜打肿脸充胖子，也要维系岌岌可危的面子。然而，只要是谎言，就终有被戳穿的那一天。印度的股市谎言便是最好的例子。泡沫般的繁荣无法带给国家真正的进步，纵然再多粉饰，也不能掩盖印度经济贫弱的现状。与其想着如何将谎言说得更完善，不如回到现实，面对真正的自我。